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，月球就在你头顶，每个夜晚你都能看到它，但你知道吗？从人类诞生的那一刻开始，一直到1959年之前，没有任何人见过月球背面的样子，因为一个诡异现象，让月球的另一面永远藏在地球视野之外。那里到底有什么？为什么中国要在2019年花费巨大代价把嫦娥4号送到那个地方？为什么美国和中国都在争着登上月球南极？今天这个视频我会给你3个真正的答案。第一，月球背面和你平时看到的那一面有着你完全想不到的巨大差异，而这个差异背后的原因颠覆了很多人的认知。第二，月球背面和南极地区藏着什么资源，让全球航天机构都疯了一样要去抢。第三，这场登月竞赛表面是科学探索，背后是谁掌握未来几十年太空话语权的终极博弈？好，我们开始。我们先来搞清楚一个很多人搞错的概念，月球背面不等于月球暗面。很多人以为月球背面永远黑漆漆的，没有阳光，但真实情况是，月球背面每个月都会经历完整的昼夜交替，该有阳光的时候照样有阳光。那为什么我们在地球上永远看不到那一面？答案是潮汐锁定。月球自转一圈的时间和它绕地球公转一圈的时间完全相同，都是大约27天。这不是巧合，是地球的引力在几十亿年里慢慢把月球的自转速度拉慢，最终把它锁在了这个位置上。太阳系里这是引力作用下非常常见的现象。那月球背面到底和正面有多大的区别？1959年，苏联的月球3号探测器飞越月球背面，拍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批月球背面照片。图像传回来的那一刻，科学家们傻了，因为月球背面和南极地区藏着什么资源，让全球航天机构都疯了一样要去抢。你平时肉眼能看到的月球正面，那些黑色区域叫月海，不是真正的海，是几十亿年前火山喷发凝固形成的玄武岩平原，颜色深，地形相对平坦。正面的月海面积大约占到整个正面的30%左右。但月球背面呢？月海面积不到2%，几乎全是密密麻麻的撞击坑，地形崎岖，而且月球背面的月壳平均比正面厚了将近10公里。为什么会这样？目前科学界有几个假说，其中一个认为，几十亿年前月球曾有一颗伴随的小月亮，后来在低速碰撞中叠加在了背面，导致背面地壳增厚，火山活动被压制。另一个角度认为，正面长期对着早年更热的地球，获得的热辐射更多，火山活动因此更活跃。但目前没有定论，这本身就是一个未解之谜。而月球背面最重要的地标是一个大到难以想象的撞击坑，它可能是解开月球历史最关键的钥匙。月球背面靠近南极的区域有一个叫做南极艾特肯盆地的地方，这个盆地直径大约2500公里，深度超过8公里，是整个太阳系中已知的最大撞击坑之一。中国嫦娥4号的着陆点就在这个盆地内部的冯卡门撞击坑里。这个盆地为什么重要？因为它非常深，里面某些区域永远照不到阳光，形成所谓的永久阴影区。这些区域的温度低至-200°C以下，是太阳系中最寒冷的地点之一。在这种极端低温下，几十亿年来陨石和彗星撞击带来的水分子，就像冻在冰箱里一样被封存下来，形成了大量的固态水冰。NASA 的月球勘测轨道飞行器以及印度的月船1号都以不同方式确认了月球极地水冰的存在。科学家们估算，月球极地可能储存有数十亿吨的水冰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饮用水，意味着可以通过电解分解成氢和氧来制造火箭燃料，意味着未来的月球基地可以不依赖地球供给而自给自足。如果没有本地水资源，任何长期运转的月球基地代价都将高的几乎无法承受。但水冰还不是全部，月球上还有一种资源，地球上几乎没有，就是氦三。地球上几乎没有氦三，原因是地球磁场把太阳风中的带电粒子挡在了外面。但月球没有全球性磁场，几十亿年来，太阳风直接轰击月球表面，把氦三颗粒一点一点种进了月球土壤里。科学家估算，月球土壤中的氦三储量可能达到数十万吨甚至100万吨量级。氦三有什么用？它是一种潜在的核聚变燃料，理论上，氦三聚变反应释放的能量密度极高，而且产生的放射性副产品比传统核裂变少得多，被很多科学家视为未来清洁能源的理想候选之一。氦三核聚变目前在技术上还没有实现，距离商业化应用还有很长的路，但单是这个潜力本身就足以让各国把月球资源列入战略规划。现在我们来讲今天最重要的一点，
2019年，中国嫦娥4号在月球背面冯卡门撞击坑内软着陆，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月球背面实现软着陆。但要做到这件事儿，中国解决了一个极其棘手的工程难题——通信问题。月球背面永远背对地球，也就意味着背面上的任何探测器都无法直接与地球通信，整个月球的实体把信号完全阻断了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在嫦娥4号发射之前，提前发射了一颗专用中继通信卫星，叫做鹊桥号。它被部署在地月系统的拉格朗日 L2 点上，这个位置在月球背面远侧，既能看到月球背面，又能看到地球，充当两者之间的信号中转站。没有鹊桥，嫦娥4号根本无法在月球背面正常工作。但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误区，很多人以为月球背面不能通信是一个缺点。但真实情况是，正是这个缺点让月球背面成为了科学家梦寐以求的宝地。为什么？因为月球背面被整个月球的实体屏蔽了来自地球的所有电磁辐射，手机信号、电视广播、工业电波，所有人类制造的无线电噪音，在月球背面一概检测不到。这对射电天文学来说是梦幻般的观测条件。如果在月球背面建立射电望远镜阵列，接收到的宇宙信号将比地球上任何天文台都纯净得多。科学家一直想监测来自宇宙诞生早期的极低频无线电信号，在地球上几乎不可能实现，因为电磁干扰无处不在。月球背面是最理想的天文台地点。现在你理解了月球背面和南极的价值，水冰、氦三、天文台地点，这已经不只是科学问题，而是战略布局。2020年，美国主导签署了阿尔特弥斯协议，参与国在月球上的活动需要划定安全操作区，这在实质上等于提前在月球关键区域确立优先权。中国认为这是借科学之名进行的单边站位，因而没有加入该协议。我们来做一个推演，如果月球基地建设成功，第一步，水冰被提取出来，电解产生液氢和液氧，成为就地生产的火箭推进剂，不再需要从地球携带全部燃料。第二步，由于月球引力只有地球的1/6，从月球出发前往火星或更远处，消耗的燃料远比从地球直接出发少得多。月球成为内太阳系探索的天然中转站。第三步，射电天文阵列建立，月球背面成为监测宇宙的超级耳朵，接收宇宙黎明时期的信号。最终结果，率先在月球南极建立可持续基地的一方，将掌握整个太空探索时代的战略枢纽。这不是科幻预言 ，NASA、中国国家航天局以及欧空局都在为此进行规划。这场竞争已经真实发生。好，我们来做最后的总结。3句话概括今天视频的核心。第一，月球背面不是永恒的黑暗，每月都有昼夜，只是因为潮汐锁定永远背对地球。它的地形、月壳厚度和成分与正面有着根本性的差异，背后原因至今是未解之谜。第二，月球背面和南极藏有水冰与氦三。水冰是未来太空基地的生命线，是生产火箭燃料的原材料；氦三是潜在的清洁核聚变燃料。尽管技术尚未成熟，但战略价值已被各国认可。第三，这不只是一场科学探索，而是一场真实的战略竞争。谁先在月球建立稳定基地，谁就掌握了太空时代的战略制高点。这才是中美争相登月背后最深层的逻辑。最后给你们留一个问题，这场登月竞赛，如果真的有一方率先在月球建立了永久基地，你觉得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会产生什么影响？是完全无关，还是最终会改变我们的能源结构、科技格局，甚至整个人类文明的走向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，我非常期待看到大家的答案。如果你喜欢这种用科学解释世界的内容，记得点个赞，订阅频道，我们下期见。